姐，您这个房子当时时候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呀？呀，当时好像是花了35万多吧。您这个房子可真漂亮，而且还有这么大一个挑空的，我刚才看了一下。姐，你平时在北京哪里工作？哦，我是在中关村那边，然后平时那个上下班坐轻轨就回这边了。然后感觉这边还挺好的，反正比在北京那边租房我感觉要合适。你看这个屋子里边还有一个小的泡池，然后回来可以泡泡温泉。主要想的是过段时间把我的爸妈也接过来，他们喜欢泡温泉。姐，我现在能看一下你这个房子吗？因为我有好多这个粉丝啊，都喜欢像你这种的小房子，然后住进去又能泡温泉呀什么的。很多人也想买一个这种改善型的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你这个价格真的挺划算的，30多万。可以看一下，确实是挺便宜。那我现在可以看一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小姐姐的家里边看了一下啊，她这个家里边整体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现在呢，我是通过这个镜头，从这个房间的入户的地方，整体的把这个房子给她拍一遍，然后呢，顺便也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因为她这个房子啊，它是直接就温泉入户了，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带着大家来进到小姐姐的家里边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个一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装修的非常符合现代人的气息。在入户门一进来的这一块呢，它设计的是一个厨房的空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这儿呢打了一个小橱柜，直接就可以在这儿做饭了。旁边这里呢设置了一个这种可以照人的镜子啊，将来出去梳妆打扮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里边的大客厅，我们先不往里走，先来看一下旁边这一块。这个在左侧的这个地方呢，它设计的是一个卫生间的空间，这里边呢马桶啊，包括洗手池呀，还有洗衣机啊，都可以放得下的。如果不放洗衣机的话，这块其实你可以做成一个淋浴间，将来也可以洗澡。再往里走呢，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餐客大厅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一进口的这一块的旁边位置呢，设计的是一个餐厅的布局。餐厅这里呢，摆放的是一个4人位的餐桌，以后家人坐在这里吃饭是非常舒服的。而且转过来之后，我们再往南向继续看一下，南向这里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阔绰的这么一个大客厅。客厅里边有沙发，然后还有电视。整个客厅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将近于5米的这么一个大挑空的空间。这个空间显得是比较的灵动一点，而且也不压抑。继续再往南走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大阳台，包括这个大玻璃整个是非常敞亮的，而且在下边还做了这么一个温泉池。这个房间小姐姐说了，它是一个温泉入户的，在家里边就可以泡温泉了。你想过没有，这种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浪漫感觉？那现在我们转过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1层的布局，然后抬头看一下整个2层的这个挑空的空间，在上边呢实际上就是小姐姐的一个休息的居所了。我们现在闯入她的私人住宅上去看一下。上到2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一块呢，它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卧室，将来睡觉的话是可以在这个空间的。虽然没有隐私感，但家里边嘛，毕竟就住的是自己和未来的老公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在卧室的旁边这一块就可以直接连通到1层的这个挑空空间。哇塞，这个地方别提有多舒爽了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里侧看一下啊，这个房间里边还有一个空间。将来他跟我说想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，还特意的做了一个这种榻榻米的感觉，因为老人在农村待着时间长，可能睡的炕比较舒服一点吧，专门还做了一个这种炕。那在旁边这一块呢，他做的是自己的一个办公书桌。这样的话，这种小空间在北京工作的话，我觉得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总价还不高，才30多万。旁边这里呢，就是2层的这么一个卫生间了。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跟1层的这种整体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。然后里侧这一块呢，它打造的是一个淋浴区，下边呢它放的是洗衣机，还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在2楼住人，1楼基本上不怎么去洗澡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房子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住所而已啊，更是小姐姐在北京奋斗的一个象征。因为它见证了小姐姐的付出和努力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。同时呢，这所房子也承载着小姐姐很多的梦想和希望。在这里呢，她将开启她的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，书写出自己精彩的故事。让我们期待小姐姐在这个家中绽放自己的光芒吧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这就是咱们今天找的那个130多万的大别墅是吗？3层的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我现在先来看一下啊。好。这个大姐真有意思啊，愁着自己的别墅卖不出去呢，从原来的480万现在降成了一个130多万，愣愣的赔了350多万。今天呢总算是有人来看了。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一个北京边上的别墅区哈，在这儿买完别墅的业主呢，我敢说是心都在滴血啊。
有一个算一个，因为不光大姐赔钱，只要是想卖的人呢，个个都得赔个顶朝天。今天呢，大姐带着咱们去看看这个别墅啊，看看能不能捡个漏。大家来看一下啊，这块呢就是别墅一进来的一个院子啊，基本上别墅都带着一个前院和后院的。这块呢是它的一个入户门，我们现在进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整个房子买了之后就没有住，还是之前的一个毛坯样子啊。这块呢是属于一进来的一个餐厅的空间了吧，应该是。旁边呢是楼梯，在这边转过来之后呢，门口这一块呢就是它的一个厨房的位置。基本上这种毛坯的造型已经出来了，管道都已经进了房间。那旁边这一块呢是一层的一个卫生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这样的话，一层是生活起来比较方便的。在旁边这里呢是一个卧室，卧室这里呢是直接可以看到自己家的一个前花园的啊。那转出来之后呢，就是一个上下楼的楼梯，在楼上这一块呢还有2个卧室，地下这一块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是可以打造成会所的。那再往南侧这块走呢是一个客厅，那南向这里呢还有一个阳台，阳台呢是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出到院子里边的。这个房子呢，它是一个南北入户双花园的这么一个别墅啊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快结束了啊。我想说的呢，就是像大姐这种人呢还有很多，这种房价的落差呢对他们的打击也是非常的大。好在这个市场上还是有这种养老人需求的啊，也是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去便宜一点买上这么一套别墅。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这就是咱们今天找的那个40多万的养老房是吗？对，就是这个3居室。3居室，我可以看一下啊。好嘞。眼前看到的是6年前恒大在北京边上建的一个养老新城，位置呢也是正在咱们北京与河北的这个交界处上啊。因为当时拿地便宜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房价也不高。来这儿养老的人呢，基本上都是连夜排着大队来这儿买房的。后来楼市被影响之后呢，恒大出现问题以来，从本就不高的房价，现在跌成了5、6千一平，而且呢还是全部都带着装修的。现在看来也应该是时候拿下了。刚才我也给转了一下，配套是特别多的，像什么室内的标准赛场游泳馆、足球场，还有这个篮球场、网球场、健身中心这种的，都是相当于跟那种国际赛场上一般大小的那么一个阵容啊，基本上配套是非常多的。光这个小区的面积就能赶上咱们天通苑1半的大小呢。今天呢，我就在这儿找了一个养老人住的比较多的房子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也准备给我父母来这儿搞上一套。据说是40多万就可以搞定了，而且里边都带着装修。现在呢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个房子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房间的门口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准备要收的一套房子。房子里边基本都已经是装修好的，进来看一下啊。这块一进来转过来之后呢，就是一个餐厅的位置。这个餐厅是属于独立的区域。我们再来往北看一下，餐厅的旁边这一块呢，它就是一个厨房的空间。厨房这里呢也属于是一个独立的区域，可以看到这个橱柜已经都给做好了啊。这样的话，将来养老在里边直接就可以入住了。那现在来看一下南向这边，南向这里呢是一个客厅的空间，客厅这里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大的啊，而且在南向的地方呢还带了这么一个阳台，阳台这里呢还加了一个保温的双层玻璃，这样的话冬天住起来也是非常暖和。房子呢是基本上是集体供暖的。在北向这一块呢，可以做一个这种玄关的柜子，将来放点东西的话也是没有问题。那继续来看一下北向的这个卧室，这个房间是3个卧室啊，这是一个最小的卧室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但是放床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是一个跟刚才一样差不多大小的卧室，也是可以放下一张大床的，都没有问题。那继续来看一下南向这边。南向这里呢，它是一个主卧的空间了。主卧这里呢，要比刚才的2个卧室都要大一些，而且地板呢也给铺好了，还带着飘窗。那旁边这一块呢，就是一个卫生间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卫生间这里呢是干湿分离的，而且还带着明窗。这样的话，40多万就可以拿下，基本上在以后住起来的情况下是应该没问题的。虽然现在的恒大是不行了啊，但是这座养老城它已经是建成了。希望这种养老的城市呢，能够给更多的老人一个舒适和温馨的家园。毕竟一个城市的发展它是肯定需要时间的，所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呢，这个地方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走过北京边大大小小的城市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，据说是被誉为北京人养老最省钱的一个城市了。的确，这里住的95%都是北京人。早些年他们在这边买房养老，看上的就是这边的空气和环境，真的是要比西双版纳和海南更宜居。但是今天的房价呢，是从之前的15000，现在降成了一个6000多。
的确又让北京的更多老年人呢对这里来了兴趣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找了一个80%的北京人在这边养老住的房子。不仅是屋子里边装修的非常漂亮，而且呢还是温泉水直接进到房间里边的。这样的话，在家里边就可以泡温泉了。同时，周边的生活配套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房子跟前了。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块进来感受一下，像这种养老房为什么住的人这么多。可以看到啊，前面非常有意思，它是带着一个转角楼梯的，直接就可以下到地下的一层，下边还带了一个半地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层吧。这块一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公共区域，它没有什么作用啊，平时放个小桌椅就可以了。这一层基本上属于是居住区，客厅是在下边的。南向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主卧的这么一个套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卧室，然后旁边这里呢是一个卫生间，里边都是干湿分离的，大得很。然后转过来之后，外边这一块呢是一个洗手池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向这边。在北向这边跟南向是一样的啊，两个卧室都是一个标配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卧室，然后这边呢旁边也是一个这种卫生间。可以看到啊，两个卫生间都有这种大浴缸，都是为了这种温泉入户准备的。在它的旁边这一块呢，也是带着一个这种洗手的地方。生活起来在2层的话是非常方便的，两个房间不打扰。那现在我们直接到下边来看一下吧。其实下边才是它的功能区啊，而且在室外还带了一个温泉的这么一个小池子，可以泡温泉。这块的面积实际上就是它的客厅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电视墙，然后转过来之后，那边呢是可以摆放沙发的，地方非常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那块是可以出到一个小院里边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房间。房间的客厅旁边这里呢是一个厨房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厨房已经把橱柜都给做好了，所以将来老人住进来的情况下是非常方便的。整个房间的装修也都是这种风格。北向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是刚才跟上面那一层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也是带了一个卧室啊，而且在这个地方还带了一个大挑空，可见这种普通的住宅也是有着这种别墅的这种气质的啊，居住体验感完全是一样的。那这边呢就是它这个房子带着一个小院了啊，外边呢是我们的一帮同事，也是我们团队的这些员工。正在来看这个房子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小院，在户外这一块呢，同样也带了一个这种温泉池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平时的话，在这里边就可以泡泡温泉。这样的话，家人来朋友的话是生活起来非常舒服的。其实像现在北京边上这种房价突然的暴跌，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啊。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这些想要去改善居住的养老人呢，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以一个很低的这种价钱，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静谧的这种田园生活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北京边160万的房子，等了3年，跌成了65万。叔叔说没白等，终于能买得起了。这么好的位置，离着北京还挺近，将来我们老两口呢也就在这儿养老了。主要是王叔叔看上了这儿的房子，它是一个温泉入户，在家就能天天泡温泉。我的一个北京的王叔叔前几年找我买房子，那时候他说的是手头不富裕，然后等了几年。这不3年刚过去，一下子这个房子从160万跌成了65万，而且在房间里边都是能泡温泉的。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两居啊！现在呢，我们是一块儿要去这个房间里边给王叔叔再把这个房子拍一下，省得王叔叔再来回的跑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王叔叔准备要看的这个房子跟前了。这个是一个样板房今天呢我是不开灯，然后整体的来看一下里边的采光和这个户型。然后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门口的一块啊，门口这一块直接设计了一个这种小的鞋柜。那转过来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一块呢，它是一个餐厅的空间。餐厅这里呢，直接布置了一个4人位的这么一个餐桌，将来吃饭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在北向还有一个明窗，采光是非常没问题的。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餐厅的旁边这里呢，它是一个厨房的空间。厨房这里呢，整体打造的是一个 L 型的橱柜，这里呢包括这些灶具、洗手盆都是给做好的。那转过来，整体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向的这个客厅空间了。客厅这里呢，整体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。那在南向那里呢，是有一个温泉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南向的这个阳台的位置，直接设计了这么一个可以在家里边泡温泉的小温泉池。那看上去的话，将来这个房子里边回到家之后可以休息休息。其实王叔叔当时就看上这个温泉入户了，这个房子的最大亮点就是这样了。那看完这边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这个房间里边看一下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。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卧室啊，
小卧室这里是直接可以摆下一张1.8米的这种大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旁边呢还能放一个这种壁几，将来放东西是没有问题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卧的这个空间。在主卧这里呢，要比刚才的次卧大很多。主卧这里呢，同样也是摆下了一张这种大床，而且在南向这里呢，还有一个飘窗，将来是可以坐到这里晒太阳的。旁边那里呢，也是放了一个壁几，也是放东西没有问题的，将来可以摆成衣柜啊。那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旁边的卫生间。这个房子呢，它是一个2户的这么一个房子，2户1卫2厅的这种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今天的内容就快结束了。总的来说呢，王叔叔等了这3年真的是没白等啊，一下子给他省了95万，这也算是市场给他的一个回报吧。虽然说之前的房子是从165万一下子跌到了这种65万，但是我感觉这种房价已经算是跌到低谷了。如果说再跌的话，基本上已经算是没有什么可能了。也正赶上这种比较跌的低谷的时期呢，正好是王叔叔可以以一个比较低价的这种价格来把这个房子购到，这样的话也可以陆续的在等待它的一个市场的回温吧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